嗨，大家好。我的车呢，刚刚就停在了我们祈福东面的这个小山的山脚下啊。在骑行了一圈以后呢，我再来测试一下，在登山的这个时候啊，用我这个360相机拍出来的效果如何？这座小山已经有半年，说不定有1年没来了啊。有一些登山的台阶。好久没有爬山了，我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，急促的呼吸声。这边呢，应该已经到了尽头了啊。看是一个机房种地，闲人美境。在这里看看风景就好。我可以把那个自拍杆伸出去了。这边呢，就是一片小森林。就在这样一个山壁上啊，建了这么一个机房。这里呢，也成了祈福新村的一座界山了。但我不知道这座小山的名字。总之呢，就是祈福新村乌村的最东面的围墙了啊。这个山上你看啊，它还修了一个小桥，还有很多的这些长椅啊，还有凉亭，也有洗手间啊，就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。就当时他在这个修这座小山的时候呢，还是想着让村民啊有这种意愿、有这个体力的人呢，经常可以到上面来走一走。我觉得这个想法挺好的。你看啊，这个右侧这些长椅啊，供了10几20个人在里边开 party 都是没问题的。
当然这边不能搞烧烤啊，因为是一片森林。有一位老爸和他的孩子也在走山路。你想不想在这里探索一番？探索这里，这里是我们可以探索过的地方。从这边开始呢，就要进入另外一个更高的山峰了，有一段很长的上坡道，看看能不能走得下来啊。你看这样的山道，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一条绿道啊，在两边的树丛之中，一路呢就蜿蜒向上。每过一段路呢，就会有这样的凉亭，有这样的长凳啊，让那些体力不支、想要休息一下的人呢歇歇脚。山坡上面的都是树木啊，透过这个树丛呢，看到那些红色砖瓦顶的房子呢，就起或旧区那些别墅式的房子了。坚持上了山顶啊，其实这是一个小山坡的坡顶。感觉前面还有一个小坡顶啊，那就继续。想必到了这边呢，前方就是下坡路了啊。我们来拍一拍这个森林里面。
现在呢，下山这样的一条路，我看我把相机放低一点，能不能照到我自己，还可以照到我身后的这座小山。这一路上休息的长椅啊，还有各种像树墩一样的小凳子还是不少的。支撑这个360相机的这条杆呢，号称隐身杆啊，就是它通过一些技术处理，它会让你在视频当中看不见这条杆，所以呢，就好像有人在帮你拍一样，这样有一个第三人称的视角啊，也挺好玩的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到了头了啊！这条山段呢，就到此为止。其实这座山呢，还延绵不绝啊，一直通向很远的地方。但这座小山的公园呢，就到此为止了。接下去呢，就是下坡了，下山。这里呢有几段连续的下坡，好久没来爬这座小山了，以前呢也都是一口气就登上来。今天呢虽然稍稍有一些气喘，但总体来讲的话呢，状态还行啊。这边我们来看看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森林一样的里面也有一些道路，可能是为了维护这些林木用的吧。你看那个山坡上啊，铺满了这些落叶，感觉也挺美的啊。好，然后呢，继续下山。下山路呢，虽然轻松一些啊，但是呢，因为比较陡峭，相对来讲要更小心一些啊。
还比较陡峭的下山路了。现在呢，下到了地面了啊！出来呢就是祈福福宁16街，然后我在山上走了多少小山路呢？我现在就要走多少地面的路去拿我的单车啊！现在这边好像变成一个顺丰快递的一个据点了。有啊，还有啊。左侧这边呢有一个房啊，以前还是悄悄的在那里搞一些教会的活动，现在呢干脆的把教会的牌子都已经贴在了墙上了啊，应该是经过允许的吧？因为这个教会我的理解应该跟社团是一样的，也是要报备批准的。左侧这房子呢，应该是祈福最老的一批别墅的房子啊。当年呢，应该成本也比较低，而且当年的理念啊，就是要让那些愿意到乡下地方来居住的人呢，享受到更宽广的居住的面积啊，最好呢带个院子，边上呢就有一座小山，在很多的大树啊遮掩之下生活。那我觉得这种理念现在也不会过时。应该永远都不会过时啊！所以这房子其实虽然旧，我还是蛮喜欢的啊。一个呢，它确实够大；第二个呢，它有家的感觉啊，自己一个门进去，经过一个小院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它够安静。
好了，我已经登完山，走完我的登山路了啊。我的车呢就停在前面，现在呢我就准备去拉车回家。今天呢第一段就是骑行在村里啊，逛了大概20-30分钟，试了一下我的360相机和我的 GoPro 相机的一个 combination 啊，一个结合。另外呢，我特地把车停到了山脚下，到祈福新村2座山之一的东面这座小山来攀登了一番，大概有1年左右没来了，感觉还行啊，就出了一头汗。因为今天呢非常的沉闷啊，你看到前方这些乌云翻滚，雨呢就是没有下来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，下一段有趣的旅行再见。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呢，敬请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持续的更新我的视频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